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怎么都想不到，当初身边的小跟班，如今已和他平起平坐。如果拿现在的陈晓和程毅来比的话，会发现两人的发展已是天差的别。因为自从结婚之后，有关于陈晓的电视剧热度就变得相当之低了。尽管和李沁进行合作，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一个高度，反而还被全网吐槽。而程毅的话就不一样了，在古装领域已经凭借自己的精湛演技闯出了一条新的赛道。之所以会拿这两人进行比较，是因为在这之前，程毅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地位可言，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外人都把他称之为小跟班。只是没想到时隔多年再来看，会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小透明，竟然已经成为了娱乐圈不少古装导演心中的香饽饽，站上万众瞩目舞台，改写命运。在流量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程毅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能够成为坐拥100万粉丝的明星，更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去到一些重要红毯。因为那时候的他需要想尽一切方式去讨好其他的演员。在去年世界大会举办的时候，程毅也受邀去到了这一场活动。来到活动现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真诚，并且对待现场的工作人员也相当的有礼貌。只不过由于在这之前并没有参加过这一些重要的活动，所以可以明显看出他还是有稍微的紧张的。等到颁奖典礼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也把话筒交到了程毅的手中。这时候的他也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确实经历了很多，所以也决定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提到了未来的自己一定会创造更多优秀作品。这句话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台下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这之前，他只有帮其他人鼓掌的份，想要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等到下台的时候，礼仪小姐对他也是相当有礼貌，让他先走下去，而这时候的他很是谦虚，反而让女士优先。喜欢了他多年的粉丝也觉得他这一路走来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毕竟之前和陈晓在合作的时候，他只有看着他人享受镜头高光的机会，对于自己的话，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也能够成为这些导演眼中的实力派演员。程毅在刚去到娱乐圈的时候，听到的不是这些导演对他的夸赞，反而是这些导演觉得他没有任何的背景和资源，所以面对他所提出的合作，直接就把他拒之门外了。觉得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喊进自己的剧组，也给自己创造不了任何的价值，所以完全就不予理会。为了能够让自己在镜头面前有露脸的机会，他也决定放下尊严，和这些导演进行百般的哀求，希望导演能够给自己一次机会。或许是被他的这种行为打动了，又或者是觉得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加进去也无伤大雅，所以就把王的女人陈晓身旁书童的角色给到了他的手中。这个角色露脸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他站在陈晓的旁边也没有任何存在感，但对于这个为数不多的戏份，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视的，对自己的每个表情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那时候的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能拥有和陈晓平起平坐的机会。轻舟已过万重山，和他人平起平坐。现在再来看的话，会发现有关于陈晓演技登上热搜的消息会屈指可数，几乎每一次登上热搜都是他和妻子的感情，尤其是在早几个月，有关于两人离婚的消息也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他和赵丽颖很有可能兜兜转转，还会走在一起。只是没想到两人这样做，似乎是为了通过炒作
让两人拥有更多的热度。毕竟自从结婚之后，两人就如同淡出了江湖一样，没有名气就没有收入。为了收入，两人或许也想到了炒作恋情的方式。对于感情方面的事情，程毅一直秉承的态度就是不愿意让大家知晓，因为他觉得个人的生活应该和工作就此分开，不应该让两者相互影响。也正是他有着这种想法，所以有关于他负面的消息真的是屈指可数的。大家所提到的都是他精湛的演技，比如说在《莲花楼》里的表现。作为这部古代武侠剧的主角，程毅对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视的。为了能够把主角的那种年少轻狂给演绎出来，他开始对这部剧本进行反复的研究。他成功做到了，只需要一个眼神，就把主角心中的那种锋芒不露给体现了出来。也正是因为程毅把这个主角塑造的实在是太成功了，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剧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很难以走出来。哪怕是现在都有不少人怀念《莲花楼》这部剧。通过这部剧，他还成功受邀去到了尖叫之夜的现场，并且从位置的摆放就可以看出来，主办方对他究竟有多么重视，把 C 位给到了他的手中。再次见到陈晓的时候，他不再是卑微的书童，反而能够和他同起同坐了。两人在聊天的时候也回忆起了过去的事情。他知道之前自己和陈晓在合作的时候，名气不是很大，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另类对待自己，所以再次见面，两人的关系也是相当不错的。之所以早些年他没有办法火起来，首先就是背后确实没有什么资源，其次就是穿衣打扮给人的感觉就是太过于老气了。在去到娱乐圈里后，很多的同行也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变相的打压，这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了现在的赵丽颖。在刚去到娱乐圈时，他随便一个动作就会被这些导演百般的嘲讽，只是撅了一个嘴巴，导演直接就拿着他和猪来比较。剧组的其他人在听到导演攻击赵丽颖的时候，没有一个站出来帮他说话，反而都在捧腹大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讨好导演。但现在再来看的话，这两个人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只不过回想起过去经历的一切，程毅的心中仍然是非常难受的。因为不管做什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区别对待他，这其实也是娱乐圈一种残忍的表现。被公司刻意为难，注重粉丝感受。在长安诺开拍的时候，程毅不明白自己明明也是这个剧组的演员，为什么连开机红包都没有给到自己手中？其实并不是他想要这几十块钱，只是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毕竟不管是演员还是其他跑龙套的，全都得到了这个开机红包，而自己却直接被忽略掉了。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他的身上了。当年在青云志发布会现场，他也兴高采烈来到了舞台上。只不过他发现，不仅主办方对自己有意见，就连礼仪小姐都觉得他的咖位太小了，不配自己切蛋糕，所以直接就忽略了他的感受。这时候的他甚至把手都伸出来了，就是为了避免礼仪小姐难堪。结果他成为了被忽视的那一个。这一路走来，他确实经历了很多人的冷眼旁观，而且他所在的公司也一直是想要把他的价值给榨干。因为在公司看来，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名气，为了能够给公司创造更好的价值，一直想要他去带各种各样的新人，导致这些年的他一直在古装市场打拼，没办法闯进一个新的赛道。而在某些人看来，就是他只想吃这一领域的红利，面对各种各样的恶评，他所做的就是不予去理会。现在的他也终于在娱乐圈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他身上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对待粉丝很真诚。现在对于很多公众人物来说，他们是完全不会在意粉丝的真实感受的。
秦霄贤之前的绯闻女友就爆料过一则重磅消息，那就是一个粉丝不管去到哪里都会对他进行艾特。女方把这件事情告诉秦霄贤的时候，换来的则是对方的攻击，觉得做出这样的行为非常傻，程毅从来不会这样做。看到有粉丝要和自己合照的时候，他宁愿放弃自己和其他明星合照的机会，先和这些粉丝合照。他知道这些粉丝一个个对自己也很是真诚。对待一些名气不怎么高的演员，他也一直是礼貌对待，因为在这些演员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你觉得他火起来应该吗？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为提高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文中部分观点仅为个人看法，请理性阅读。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无低俗等不良引导。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